今天又是满满的一车，这些是衣服了哈，是我们俩出门要带的薄的厚的，一年四季的衣服啊。因为我们这次去的地方，从亚热带一直到海拔5000米的高原都有，所以呢，东西衣服得带一年四季的。全搬到车上之后再开始收拾。哇，这衣服一包一包的也挺沉的，这些都要装在柜子里。还好我们有个衣柜，不然的话这个衣服都不知道往哪放。哎，得把拓展打开收拾。气温又降了，踩着一地冰，我们车不会被冻在地上吧？哎，我们带2瓶酒精，因为我们现在这气温一直都化不开我们的水箱，没办法，只能用酒精倒进去了，当时消毒了。我们现在要把这2桶酒精加到我们的车里边去了，这是75度医用酒精。压力加水口是没有锁的啊，因为没有压力是打不进去水的。但是我们这个正常加水口是需要锁。找一下钥匙啊，我们把这2桶直接给它打开。这个水口的钥匙是哪个？像这个，哎，果然，我们直接给它把酒精倒进去啊，因为这个东西是肯定冻不住的。这天气也不消，刚好我们给水箱消下毒，用这个医用酒精。这一桶应该是几升啊？2.5升，250毫升。这个解不开洞，没办法，只能用灌酒精的这种方式啊。然后我们把车开了之后摇晃一下，这样可能会好一点。因为我们这边的气温还在持续下降，一时半会儿根本化不开。下次我们加水的时候把酒精放掉就好了。好，把酒精加进去。因为我们上一次买这个防晃网啊，买了2个，刚刚好，上次用了1个，这不又能用1个。啊，今天又是在消雪，我们要把它挂在个地方上。它因为它这个是有弹性的啊，所以就是可以稍微使劲拉一拉也没事。下边吧，我们就直接勾在这个网兜上就可以了。它这儿有个网兜自己带的这个，这边是。好，当然我们车上还有一大堆东西没有收拾，大包小包的好收拾，这种零散的就不好收拾，到了车上都不知道该放哪儿。我们这简直是在做防水测试，那水一直在往我们那个拓展房顶流。当然这次我们走的时候还带了一些急救包急救用品，因为之前那个急救包已经过期了，里边只用了几个创可贴，还有纱布啥的哈。这是我们又新换的一个。我们现在车基本收拾差不多了哈，就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。然后我们刚刚把这个拓展收回来试了一下这个宽窄哈，这个奥斯卡那狗窝放在那个地方多少有点多余，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它的狗窝放在前面这个中间的位置哈。这儿这个拿回去吧，咱们。哎呀，因为奥斯卡这样子的狗窝，车上的狗窝有很多。今天要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空调问题。我们这个空调啊，因祸得福，对吧？只需要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空调红外遥控器哈，我们就可以让这个东西工作起来。因为我们的柜子里边上边是通着的哈，我们把这个空调的发射端放在这边啊，发射接收端放到这儿，然后这个东西从那边穿过来。其实我们这个是因祸得福哈，把这个东西它只要放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，或者再往里放一点看不到的地方，它就可以传递这个信号哈，比在这儿做一个插销面板再接着线要好看很多。刚才我们搞错了哈，这个是发射器，发射器贴到空调的这边，我们就直接把它盖着哈，关着。然后接收器放到我们那个小米伴侣旁边，哎，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遥控它了，开启，哎，可以了。第一下它有点迟钝，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
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空调了哈。它也可以检测室内的温度，也可以知道这空调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。如果你不把空调插在这个上面啊，它是不知道你是开机还是关机的。虽然可以用，我们插在这边就可以用，但是呢，空调开或者关它不知道。如果把空调插到它上，它就知道这个通过电流，它知道空调开或者关哈。这个东西买的时候要注意哈，遥控空调是专门控制空调的，像这个是就普通红外是可以用的哈，但是我们两种都需要，这个我们回头再说用在哪。这堆衣服一大堆，倩倩正在这儿收拾呢。我们这儿不打算挂了哈，我们暂时打算叠放，所以这个横杆我们其实可以取下来，不过放在那儿不碍事。夸夸我，啊，叠得好整齐。可以。然后出门1个礼拜，里边变成狗窝，往出来跑。好，我们在车之外再干点其他的事情啊。然后这就是我们那个投影仪的那个架子哈，看起来不是很坚固，因为我们当时在这里边定的那个固定位，螺丝眼儿固定它，对吧？但是实际上这玩意儿啊根本不行，所以呢，我们决定用 Run 的这个配套的哈，我们去找一个配套的支撑杆。我把上面又翻乱了，我们用一个短一点的哈，像这种6的支撑杆。把它支起来，这个结实程度要远远大于这东西哈。而且我们再往进去拧的时候要点一些防脱胶，让它脱不出来。DIY 了一下哈，把这个它里边原本的这个螺丝给它卸出来了哈。这是这个里边原来的螺丝，因为它太短了，它只有这么长，所以呢完全没有办法拧到我们这个里边哈。我们现在给这个滴一层防脱的。这个拧上去之后还可以拔出来哈，这个胶是其实不用涂这么多，我只是为了保险而已，这样它就不会再掉出来了哈。我们的投影仪在运送的过程中直接就掉下来了，可以。另外一个，因为我们要堵2个孔，没办法，要不然这个孔太难看了，所以就是看到时候投影仪的位置需要安哪个孔上。另外一个，我们作为拍摄位用，这个胶的作用就是防止螺丝脱落哈。它的定型，凝固时间大概是48个小时，就48小时之后，它就稳了哈。然后，来再看我们投影仪怎么装。我们投影仪要装在这个上边哈，看它这个盘子就比较大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螺纹口肯定是不对的，我们要找一个螺纹口拓展器，大概是这么个东西啊。就这样，对，把它拧到上边，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就是这个是装投影仪，这个我们到时候可能要搞这个拍摄位，从这边拍还是这边哈，是一个挺不错的拍摄位，或者从这儿拍厨房的这一部分也挺好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装了。因为要堵那2个难看的窟窿，它要是有1个的话，我们就装1个就好了。谁让我们当时这玩意儿买的它没有经过大脑，对吧？搞你！找个垃圾袋，这东西是垃圾了。这边呢就完全变成我们的一个储物仓了啊。其实我当时想做一个拉的那个金属拉帘的，但后来想到它这个会产生噪音，啦啦啦会响，所以我们还是用了软质的窗帘啊。虽然不如金属的好看，但是呢暂时就先这样。上边我们一直都是我们的储物仓，这个储物仓还很重要，不但需要床下边这个，床下边是放乱七八糟的。这边是放我们车内需要用的东西的，所以暂时我们的准备就算完成了。